上一期视频我们聊了柴静跟王志安，其实在海外华语 YouTuber 顶级玩家权力的游戏当中，不只是这两位玩家，有几股势力势均力敌，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山竹鼎立的权力的版图。艾森用一个框架来理解它，分别是神殿、帝国和庙宇。神殿的代表是柴静，他凭借穹顶之下这样史诗级的作品，占据着历史跟道德的制高点。他的权力的来源是理性和良知的感召力。帝国的代表是王志安，他用调查跟逻辑构建自己的权威，他试图建立一个基于事实跟理性辩论的媒介帝国。他的权力来自于对于事实的追求和不畏争议的姿态。庙宇的代表是文昭，我理解很多人未必喜欢他身上的法轮功标签，但是他构建了一个基于共同信仰跟价值观的社群。他的权力源于宗教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当然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柴静的圣殿也需要市场的阳光才能够被看见，王志安的帝国里面也埋藏着他想要打造丰碑的野心。关键始终在于他们各自的第一性原理到底是什么。神殿、帝国、庙宇山竹鼎立，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先聊的是稳定结构之外的一个 X 因素，一个很难被归类的混乱因子，他就是崔永元。崔永元他不像柴建那样构建传世之作，也不像王志安那样打造理性的帝国，更不像文昭那样建立信仰跟社群。崔永元呢，更像一个独来独往的游侠骑士。崔永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的每一次出征总能够精准的引爆公众的情绪。他的燃料是昔日在央视积累的巨大的声望，他的武器是一场又一场被他称之为诗人战争的舆论风暴。今天我们要深度剖析崔永元现象，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极度有效但却最终必然会燃烧自己的媒介影响力模型。我们将会看到，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任、情感跟民粹主义是怎么样交织在一块儿，如何创造出一个非常强大却又无比脆弱的复仇者联盟。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马上开始。要理解今天的崔永元，我们必须要回到过去，看看这位游侠骑士的剑最开始是在哪里锻造的。屏幕前的各位应该都还记得当年的小崔吧，在那个电视还是绝对主流的年代，崔永元的实话实说真的是属于国民级的这个记忆。他那种亲切、睿智又带一点冷幽默的风格，在当时一脸严肃的官媒里面绝对是一股清流。小崔他既是体制的代言人，又是良心的知识分子，这种体制赋予他的光环，加上他政协委员的这个身份和他自掏腰包做口述历史的项目，所有这些共同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公众形象。崔永元他不会跟你说教，而是感觉像是坐在你对面跟你聊天，这样一种风格为他赢得了海量的信任和喜爱。当时有一个调查显示，实话实说的这个满意度仅次于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些信任和如日中天的声望是崔永元日后所有战争的启动资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巨大的道德资本的银行，里面的存款是他过去10几年用良知和真诚一点一滴攒下来的。而他后来的每一次爆料、每一次指控、每一次向体系发起的这个冲锋，本质上都是从这个银行里面在提款。那么第一次大规模的提款是什么时候呢？是2013年他与方舟子那样一场惊天动地的转基因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崔永元身份转变的里程碑。
当时呢，方舟子在鼓吹转基因，这个一下子就点燃了崔永元。这样一场争论很快从科学的议题演变成一场人身攻击的闹剧，最后甚至还闹上了法庭。而崔永元在这场战斗当中打出了一记神来之笔，就是他自费去美国拍了一部反对转基因的纪录片。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他动用自己多年以来作为顶级记者的所有的技能，用过去体制教会他的这个方法来挑战体制所支持的立场。很多人批评说这个纪录片不科学不严谨，但他们其实没有看懂这部片子的真正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进行科学的说服，而是强化他的个人叙事。崔永元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畏艰难、远赴重洋、寻求真相的孤胆英雄，他独自对抗一个由跨国公司跟腐败科学家组成的全球阴谋。这一战，崔永元主动拥抱了不懂科学的主持人这个标签，把他从一个弱点变成了是一个武器。潜台词就是，我虽然不懂科学，但是我懂常识，我理解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通过这一招，他成功的从一个科学上的外行摇身一变，变成了捍卫公众知情权跟选择权的英雄。他深刻的体会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撕裂的舆论场里面，什么最管用的？不是学术答辩，不是真理越辩越明，而是索性直接一把大火点燃公众内心的怀疑跟恐惧。在这场烈火当中，崔永元的游侠骑士的身份被彻底锻造完成，这些战术他后来用的炉火纯青。那如果说转基因论战只是一场演习的话，那么真正让他封神的还不是这场科学的论战，而是一场源于个人的羞辱，最终却掀翻了整个行业的私人战争。2018年电影《手机2》开拍，触动了崔永元最敏感的神经。他认为这部电影影射并且羞辱了他。我个人其实也觉得这部影片的主创方的确好像对于小崔不那么厚道。而崔永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将这样一场私人恩怨升级到公众的利益。他选择范冰冰作为突破口，抛出了阴阳合同4天6000万的重磅炸弹。瞬间公众对于这个贫富差距，对于明星天价片酬还偷税漏税，对于精英阶层为富不仁的愤怒被彻底的点燃。这样一场由个人恩怨引发的风暴，最终演变成国家税务总局亲自下场，整个影视行业大整顿的公共事件。范冰冰被罚款将近9个亿，行业追缴税款超过117个亿。崔永元表示，事件当中他收到死亡威胁，然后父亲托梦让他不能够退却。这一仗打下来，一个悲情的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屹立不倒。经此一役，崔永元的个人影响力达到了巅峰。紧接着就是第二战，他联手一位自称卷宗被盗的法官王林清，上演了一出揭露司法腐败的大戏。在他公布的这个视频里面，王林清声泪俱下控诉司法不公，整个叙事悲情壮烈，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色彩。但是结局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官方的联合调查组最后给出了一个惊天逆转的结论，将整件事情定性为王林清法官因为个人不满而自导自演的闹剧。崔永元曾经一度在他自己的微博写下可以一起死等非常激烈的言论，不过后来又公开表示认可官方调查的结论。整件事情的真相到现在依然可以说是疑点重重，但是官方结论跟小崔态度的转变，却也消解了他此前构建的悲情英雄的叙事。另外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2015年，本来是一篇很搞笑的文章，说肯德基、麦当劳的这个薯条里面含有毒的氯化钠，其实说的也就是厨房里面的食盐了。结果这个文章被崔永元转发评论，所以这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让他遭到全网的嘲笑，也让他收获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外号“催化钠”。这次事件动摇了崔永元作为严谨调查者的形象，恐怕也从此注定了他没有办法走柴静或者是王志安这种严肃新闻调查的路线。
好了，我们讲完了崔永元的故事，现在来尝试拆解一下他这套打法的顶层逻辑到底是什么。王志安的帝国模式是打阵地战，试图占领一个山头，建立自己系统性跟持续性的话语权。但崔永元不是这样，他从来不寻求建立一个连贯的论述体系，他的议题永远是非常跳跃式的，今天打转基因，明天打娱乐圈，后天打最高法。他非常喜欢在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实现单点爆破，就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向敌人的营地扔下一颗手榴弹，转身就跑，在援军赶到之前迅速消失。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的叙事战争。他的目标呢，不是用逻辑来说服你，而是用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爆料，瞬间点燃公众的情绪，占领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然后在舆论场造成最大程度的震荡。在这之后，他迅速的消失，寻找下一个目标。这种游击战的手法在崔永元的手里威力巨大，因为他能够瞬间动员非常强大、非常恐怖的后援力量。想想看，他一条微博就能够让几家上市公司市值瞬间蒸发100亿。崔永元模式的精髓是什么呢？是他的世界观极其简单，但却非常有力。我崔永元，一个受害者和孤独的斗士，他们是一个强大的、腐败的、邪恶的集团。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实际上能够绕开所有复杂的现实，直接击中人们心中最朴素的正义感。用这个框架，它能够把所有非常复杂的现实的问题全部个人化，全部简化成崔永元对方舟子、崔永元对冯小刚这样一种个人 PK 的故事，远比枯燥乏味的这个公共议题的讨论更有传播效果，能够瞬间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在这样一个灰色和复杂的世界里面，崔永元提供了一个善恶分明、正义必胜的童话，这个就是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密码。崔永元最核心的叙事武器是他的个人苦难，他从来不避讳谈及自己的抑郁症，在镜头面前展示自己的憔悴，他反复提及自己跟家人收到的这个死亡威胁，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叙事策略，因为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民请命而受难的悲情英雄，这样一种形象能够最大程度的激发观众的同情心跟保护欲。他那些看起来制作非常粗糙的油管视频和柴静那种精心打磨的纪录片所呈现出来的作品感，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比对。但这种刻意为之的真实感，恰恰强化了他作为真理之声的这种朴素的形象，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我们和其他几位对比一下，就能够看到非常有趣的区别。柴静的粉丝很多时候是办公室的精英，文昭的粉丝是庙宇里的信徒，王志安的粉丝是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而崔永元的粉丝更像是玩快闪的声援者。他们是被一种共同的情感连接在一块儿，那就是对于崔永元敌人的愤怒和对他本人的同情。这是一个围绕着他个人的魅力而建立的一个非常松散的情感联盟。公众在面对庞大的权力体系的时候，常常会深感无力，而崔永元站出来扮演了我们的代理人的角色，替我们向那些庞然大物冲锋陷阵。那所以支持他，让我们获得了一种替代性的正义感跟宣泄感。他的战斗变成了我们的战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情感转移，而不是思想上的引领。而这样一种非常松散的复仇者的联盟，在出征的时候能够瞬间凝聚极强的力量，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裹挟民意。战斗力虽然很强，但是根基却无比的脆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完全建立在对于小崔的情感跟无底线的信任之上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无条件的相信他呢？不是因为他出示的这个证据多么有说服力，他的这个逻辑论证多么的严谨，而只是因为他是小崔啊。作为情感核心的领袖，一旦崔永元被证明犯了错，那整个快闪联盟就会瞬间消散。好了，我们分析完他的打法，我们再来看一看崔永元对于整个媒介生态到底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被国内平台驱逐以后，崔永元转战油管，但是他的视频内容大多数都是重提旧事，反复咀嚼过去的那些辉煌、那些恩怨。他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或者是更大的敌人可以去挑战、去冲锋陷阵了。我们打开崔永元的油管频道，截止目前，频道视频的总播放数量是6500万，订阅数91万，破100万也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今年5月中的时候，崔永元的油管粉丝数量跟影响力都被柴静反超，油管的广告收入也只有柴静的一半。在央视三杰当中，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做比较，小崔的这个油管数据都没那么好看。我想在我的油管百强排行榜当中，他的排名也不算高。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始终是那个国民级的小崔啊，作为一个现象级的存在，他的影响力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把他和柴静、王志安放在一块儿比较，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崔永元跟柴静其实代表了体制类精英知识分子出走以后选择的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柴静他是一个构建者，他的穹顶之下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采访、调研、整理数据，他想做的是一个能够启发民智、推动改革、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他的目标是历史性的。而崔永元他一直是一个摧毁者，他从来不试图构建复杂的论述，他只做一件事情，识别出一个恶霸，然后用曝光的材料摧毁它。他的变革理论就是，你不需要说服腐败的体系，你只需要扳倒他的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好像放了一场烟火，追求瞬间的璀璨跟最大的冲击力，而不是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一个是在追求不朽，一个是在追求审判，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的哲学。柴静卖的是意义，崔永元卖的是复仇。那如果说崔永元跟柴静是两条平行线的话，那么他和王志安就是两条迎头相撞的线。王志安试图在建立一个理性的帝国，他的品牌价值在于新闻的专业主义，在于客观、冷静、逻辑，哪怕他的结论经常挑战公众的情绪，比如说铁链女的这个言论就曾经引发巨大的争议，但是他仍然坚持用逻辑来引导舆论。但是崔永元则代表了完全相反的路径，他从来不试图用逻辑来说服你，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毕竟大家只要知道这个是小崔就好了。他也从来不会疏导大家的情绪，他反而会放大这个情绪为己所用。崔永元的这个模式非常无情地证明了一件事情，注意哈，艾森在这里要敲黑板。在今天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存在着一条通往巨大流量的捷径，这条路不需要你在事发现场，不需要平衡的报道，不需要准确的数据，更不需要为了甄别某一个线索熬夜到天亮。恰恰相反，这个模式的力量来自于主观跟偏激，公众根本不需要在乎什么是事实，他们在乎的是到底是什么让我感觉我自己是正义的。王志安需要用逻辑和事实辛辛苦苦搭建的高地，崔永元只需要发动魔法，用一个悲情的故事就能够瞬间将其推翻，将其淹没。这条路径对于王志安就是降维打击。在后真相的时代，悲情就是对事实、对逻辑的降维打击。今年3月份，大家是不是已经见识过那个谁施展过这个魔法了？崔永元模式的成功，让一种高度个人化、情绪化，甚至脱离事实的公共话语变得常态化了。它大大的降低了影响公共议程的门槛，你不再需要一份严谨的调查报告，你不再需要耗费时间精力认真做一期节目，你只需要掐准时机，打开一场直播，让大家见证一个被家暴的故事和一个被塑造的目标清晰的敌人。你给我滚！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的成功会不断的轻视传统新闻和专业知识的价值，让公共讨论变得越来越部落化，越来越两极分化，更不用说还有可能加剧两性的对立。
那么这样一种游侠骑士的模式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吗？其实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自带了自我毁灭的基因。复仇者模式是自我消耗的，它需要不断的燃烧，也就是需要有新的更强大的敌人和更骇人听闻的爆料。观众会对于愤怒产生耐药性，这个就是叙事疲劳。为了维持同样的关注度，你必须要能够拿出更刺激、更劲爆的东西。更致命的是，这个模式的内在悖论在于，游侠骑士的成功恰恰会消解它存在的意义。一个复仇者需要有仇可报才能够成为复仇者，但如果敌人真的被他打倒了，那也就没他什么事儿了。他的整个叙事都是建立在他所反对的这个东西之上的。所以以复仇为核心的故事天然就是一个死胡同，它很难发展出更广阔更有建设性的议题，因为它的本质是摧毁而不是建设。崔永元不像王志安或者是柴进可以潜心构建自己的帝国或者神殿，他的故事里面从来没有建设性的议程，只有一连串的战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最高法案失败以后，他几乎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消失了，因为战争结束了，骑士也该退场了。那么历史会如何评价崔永元呢？我想崔永元的驱动力是一种由个人恩怨点燃，由公共议题放大，并最终被他自己的这个偏执所吞噬的复杂的混合体。我们很难说得清楚，在为私仇和为公义之间，他自己认为这个天平会更倾向于哪一边。不过他客观上开创了将两者完美捆绑的这样一种战法。他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挥舞着长矛，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巨大的风车，但与此同时，他也被自己发起的这个战争所吞噬。崔永元真正的遗产是开创并且验证了精英陨落变身复仇者的影响力模型。一个被抛弃的人如何利用残存的性欲跟社交媒体的病毒式的传播，对曾经的过去发动一场高效且极具破坏力的战争。小崔其实留下了一本可供后来者模仿的行动手册，他最持久的影响力可能不是他赢得的任何一场战斗，而是被他所启发的未来的无数个小崔。那今天我们用游侠骑士这个模型深度剖析了崔永元现象。崔永元其实代表了一种摧毁者的模式，他卖的不是意义，不是解释，而是复仇。他的成功证明了在后真相时代，悲情是对于逻辑的降维打击，愤怒比客观更容易获得流量。但这样一种模式天然的不可持续，因为复仇是一条叙事的死胡同，它只能够摧毁，无法建设。在互联网传统权力结构之外，小崔无疑敞开了一条通往巨大影响力的捷径，而这条路径最终是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正义，还是会创造更多的混乱？这个问题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下一期我们应该聊一聊王者之战了。1年以前，文昭把海外中文时政的头把交椅拱手让给了王志安。本来以为这是战争的结束，但其实事情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会在下一期视频深入剖析决战有管之巅的两位的王者之战。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一期的深度分析，请一定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